哎呀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跟考拉喝杯酒，我是考拉爸，好久不见。好几天没给大家录视频了啊，这2天跑到美国玩了5、6天，然后终于回来了。这是给大家录个视频，闲聊一期，聊一聊我对于这次赴美之行的感受。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去，都会有一些新的情况。这次去呢，首先是采访了一个我一直以来想了大半年了都想采访的人，终于采访完了。他有一个非常传奇的走线美国的经历，当然不是为了教给大家怎么走线和鼓励别人走线，我从来不鼓励，我只是觉得他本身的这种经验，这个故事很精彩，分享给大家。你可以作为你移民路上的一个动力啊，觉得这个很励志，你需要这种精神去把你的移民办完，但并不是说让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包括他本人也不推荐大家用这种方式去。第二呢，想跟大家说，这次带了我2个朋友去参观月子中心嘛，说一下我对于赴美生子在2024年意味着什么的这样一个感受，跟大家总结一下，以及再说几句，因为这个话题我说不腻啊。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可以正规合法的进行下去，再看到那些不正规不合法的时候，我这人特别难受，我嘴欠，我特别想告诉你为什么。再有一个就是纯粹的旅游攻略。拉斯维加斯呢，每次去了有什么新的东西好玩的，好看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那这次去美国维加斯，我看了2天，看了4场秀，要算上大球的话算5场，但是大球我上次看过了啊，所以正常有人表演的那种秀，2天4场基本就是极限了，而且4场都是我以前没看过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下次你去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嘛，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一次维加斯可能也就能看个1、2场秀，那挑哪个最适合你，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我们先从最前面的开始啊，这次去维加斯，住到我朋友家里，然后带了我另外2个第一次去美国的朋友出去转一转，他们想看看月子中心，我就去了。没想到这个疫情期间曾经一度客人比较少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们去想参观房间都很困难，因为基本上房间都被住满了。月子中心又恢复到了往日的这种繁忙，而且他们我应该是在扩建，就只有通过扩建，因为他们买的那个地还是挺大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现在这一个，有点像一个水疗中心、酒店、疗养院这么一个感觉，那还要继续扩建盖新的房间来满足更多的客人过去。说一下啊，第一，首先呢，这个赴美生子，想当年对我来说，我虽然人在中国，但是第一是因为我在这活得不开心，我有这种想移民的打算。第二呢，是因为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我需要一个让我随时可以走的东西。那我拿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美国的旅游签证。这个旅游签证对我来说就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千辛万苦穿越雨林要走线去美国，但你有旅游签证，你就可以1张机票就到那儿，随时买1张机票就可以走。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第一，我很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哪天会说错什么话，会做出什么让自己有点后悔的事儿。第二是在那种环境下戾气很重，脾气很不好。假如真的遇到那种让我特别恶心，有人来挑衅我的话，那可能就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在这种时候，我需要一个这个基础常识，我不知道大家都知不知道啊，就是你在美国不管犯了什么事儿，跑回中国，或者中国犯了什么事儿跑回美国，你就获得了一种豁免权，就是他们俩没有引渡协议你除了那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会想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其他的方式把你搞回来以外，正常你过去之后，就是你譬如说你犯了个普通的事儿啊，你过去了之后，基本是找不到你的，也没有人会专门去找你。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东西就是一个护身符。我需要有这么个东西，就像它有法力一样，你只要危机时刻把它一掐碎，你人就在千里之外。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放在手里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对我来说是保命的。那我也希望其他的人呢，我频道的观众，假如你一直想移民，一直想干嘛的，你手里至少有一个美国旅游签证。这东西确实不好弄，但假如你能弄到的话，把它拿在手里，你就永远有了一个跑路的机会。我当然不鼓励你们犯罪或者什么跑路啊，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像疫情3年那种时刻，那有的人就想跑出来的话，你至少有这么一个能跑出来的能力。第二，赴美生子，赴美生子就相当于这个美国签证的
升级版，因为你赴美生子，你肯定是有签证才能去生孩子的。曾经的旅游签还是诚实签这个标准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签证都应该诚实，但事实上你的旅游签里边就包含赴美医疗这一项，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你申请美国旅游签，然后真的去美国旅游了。那么你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和你后来的行为是相符的，这个就不叫欺骗签证官。10年多次往返签证就意味着你在10年之内是可以用它不同的功能和理由去多次往返美国的，其中包括什么商务考察呀，包括赴美医疗啊等等等等。那你去美国生孩子，这个就算赴美医疗，所以也完全没有问题。那当你在美国生了一个小孩之后，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小故事啊，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个人回到国内之后检测，大人和小孩，那小孩刚出生几个月，小孩跟大人不一样，一个阴性一个阳性，所以要把你的小孩带走。那大人母亲就特别崩溃啊，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所有人啊，12315还是什么，不是12315，12345啊，还是什么的市长热线呀，求助啊，打电话给谁都不好使，就谁也不愿意管你这个事儿，大家都很忙。你就把你小孩赶快给送走就完了，谁让你跑到美国生孩子去了？结果这个大姐最后打了一个电话，是给美国的领事馆，说我的小孩是美国公民，这件事儿我接受不了啊，这个特别不人道，你能不能帮我们？只有美国领事馆跟他说，你放心，我们马上去查证，假如这件事属实的话，我们一定管到底。这个就是护身符的升级版本。假如真的有一天有什么大事儿，有什么你不可控的事情发生，然后你想要跑到安全的地方的话，那这或许是你最后的一道护身符，一张来自地球另一端远方的承诺，你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理由去避难。我但愿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啊！但是我这个人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有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在我安全的时候，我也愿意想这个最坏的情况。那我觉得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赴美生子是有意义的。那对于普通的情况来说，说我赴美生子是为了让小孩将来上清华，我赴美生子是为了让小孩将来在美国读名校的时候学费低，这些你都别指望。或者说我希望小孩在美国给我办团聚，这些功能我都不相信。随便出一点政策的变动就能把这个漏洞堵住，而且美国这边就是团聚这种事儿，18、20年之后的事儿，到时候随便有一点变动，这个政策可能就不在了。你不能永远指望着这种10几、20年之后的承诺。你现在能指望的只是一件事，就是至少他美国公民的身份永远都是在他手里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假如你希望他未来在中国生活，你完全不想让他去美国的话，那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到18岁之后你是很难保住的。还有一点就是，假如你希望我的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了18岁再去美国，其实也不是很靠谱。18岁再去美国，很多东西他都没有那么适应。最好的年纪就是让他早点去，而他早点去，那父母不在身边的话，对他的影响可能也很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全家一起去。假如你真的想过这个关于人生的规划的话，最后你发现，你要想让他在国外长大，让他真正办成这个移民，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全家在他小的时候一起办成这个移民。这也是我走的路，这也是我最后找到唯一的答案。我不会在考拉嘛10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就给他自己扔到国外去了，我也不想等他18岁、20岁已经被洗成一个那样的状态了再让他去国外，所以就早点去最好，越早来越好，而且家长跟他一起来，一起成长，一起融入，你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你才不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这是我做的选择。所以假如你以移民为目的的话，这个美国护照呢可有可无，有了反正小孩就永远多一个身份，也不耽误他拿加拿大的枫叶卡。假如没有，那你将来想办移民也无所谓。那仅仅是对于有些人暂时不确定自己要不要移民的人，希望给自己先留一条后路的话，我觉得给小孩多一个身份、多一个选择和保障，是在他出生时候能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说白了，这就是对未来世界的预判。你觉得东升西降，你觉得美国要衰落了，那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对吧？你觉得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在世界上这个最强的军事、最强的经济、最强的科技都在他手里，未来的世界不会那么轻易的发生这种大的逆转。或者说，你对于今天的中国形势有不太好的预判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护身符对你来说就很重要。这个你自己判断，我不能告诉你答案。还有就是这次去美国，彻底爱上了那个德州烤肉、南方烤肉，政治不正确的叫黑人烤肉的这种食物。我以前啊，我看到那个烤肉，我有点腻得慌，我光看我就不想吃。然后呢，我吃过那种烤的，就猪肋条啊那种的，他刷的那个烤肉酱吧，顶上都有像蜂蜜一样有那种甜酱。我本来就嫌那肉腻，我再一想那甜酱，我就腻得不行了，我吃不下去。我以前尝试吃过，吃不下去。直到后来有一回是考拉的同学的家长请我们去他家吃的他烤的那个猪肋条啊，吃了一次我突然发现这东西好吃在哪儿了。还有一次是我们去渥太华的时候，有2个特别好的网友招待我们吃了一次，我突然领悟到了，原来这种美式烤肉好吃的精髓在这儿，这真的是肥而不腻的那个烤肉，烤得那么嫩啊，真好吃。结果这次我朋友带我去吃了一个他家门口的那个在 Ontario 那片的一个特别好吃的烤肉，我操，真的棒！吃完之后，我到了维加斯就还是不行。有一天早上起来饿了，你知道什么都不馋，就想大口吃肉。然后发现那个地方11点就开门。之前有一个网红叫我是泡泡，他去那块吃过。所以那个地方好多华人去，还挺出名的嘛。我就去到他吃的那家店，11点开门，太幸福了！我饿的时候，你知道早上憋到11点，冲进去，咚咚咚一顿点，3个人吃了4大盘，哇，就撑到当天晚上没法吃饭，撑到第2天中午都不想吃东西，但是真他妈好吃。而且那家店，尤其是烤的那个牛肋条，哇，那个 beef rib， 哎呀，那么大那么厚，那个手指头放进去大概是这么厚的那个牛肉，超级无敌好吃。就是一个人对于吃肉的所有的渴望，在那一瞬间就达到了顶峰，就超级满足。那个真的是好吃，但是每一家店它擅长的东西不一样。用我那个朋友的话说，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它就叫拉面，但是每一家拉面，有的人做的特别好，有的人特别擅长做这个风味，有人特别擅长做那个。就那个你得多吃，吃了很多家之后，你找到哪几家好吃，而且每一家都是自己的那2个招牌菜是最好吃的。但我这次在美国2次我都点了那个牛胸口，应该是叫 brisket。我以前最开始爱吃这种烤肉，就是爱吃这个牛胸口，结果它都不好吃。它不是不好吃，它的做法跟加拿大我吃那个版本就不一样，你知道，它都是烤的比较干、比较硬，然后一条。但是我在加拿大吃的时候是那种肉特别薄，然后带卷儿的那种，然后超级嫩，然后烤的那个烟熏味儿又很浓。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点的不对，还是它的烹饪方式不一样啊？就我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个牛胸口，很遗憾。我特别想看看他们这些比加拿大这一家肯定没有美国那家做的正宗，我就想看看它这个更正宗的地方什么样。然后下次我直接去德州吃吧，就咱们可以约个什么休斯顿角之类的。但是加拿大，温哥华北温有一家特别棒，墙上全是他们的那个奖杯，叫 Smoke and Bones， 好像是叫这个名。他们的那个 brisket 那个牛胸口烤的特别棒，强烈推荐给你们。但是他们那个烤猪排和烤牛肋条这什么味儿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过2天再去试一下。不过我确定我会去试一下的，我太馋这个东西了。就这个东西好吃到考拉吃了一次之后，他也特别爱吃。一听我还自己买了一个炉子，要在家试一试能不能自己做呢。那但凡你要自己在家会自己做的话，这东西就特别好，因为它那个。什么像那个猪肋条啊，什么牛肋条那种东西，你在这边 Costco 一买就大板的，一买，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这玩意儿卖给谁，后来特别清楚，这东西就是买完了之后，你们家来客人烤肉，啪一大扇上去之后片开，每人来2块，基本上就顶住了，就特别棒。回头我自己在家也试一试怎么烤，据说你要饭店的话会烤熏14个小时，但是自己家的话，有的人就熏5、6、7个小时，然后上桌也非常好吃。但正常你自己做，我怀疑啊，很多人就1、2个小时就可以上菜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他玩，但是真的好吃。好，这个推荐完了。
然后这次去德州，这次去维加斯，赶上历史上我体验过最高温度47度，不用德州烤肉，我他妈都快变成德州烤肉了。47度，跟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感觉啊？就是你站在那儿，当天有风，那个风吹在你脸上，就是你在室外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夏天你在外边走路，突然遇到了酒店或者大厦旁边一个巨大的空调外挂机，然后再往外吹热风，然后顶着你的脸再照你的脸吹的那个感觉一模一样，比那还热。那个热风吹在脸上，不是热了就是烫，就是难受，就那个太阳烤在身上，就是像有人拿那个烙铁在烫你一样，就是烫的疼的感觉。呼吸那个气管都难受，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我觉得就像你在那个桑拿房里面被人拿那个你经常洗桑拿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个傻逼，2盆水哐哐哐全套在那个炭上了，然后那个一升温你受不了了，马上想跑出去那个感觉，但是你跑不出去，门被锁死了。47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刚下车2分钟的时候，差不多是 medium 的水平，然后走了大概10分钟才走回我的酒店，就是 well done， 就已经是9分熟了。我们那个租的车是安飞式的，我们住在巴黎酒店，但是安飞式还车呢，在道对面的百乐宫，就是维加斯最著名的那个喷泉的酒店，它酒店里就有还车点，就不用去机场还车了，我就直接酒店还车点还完了，然后我从百乐宫往巴黎走。维加斯这个路线就是，它虽说叫道对面，但是你想从这块到那块，从那酒店出来得走老远老远老远，然后走到那个过马路的地方，然后再过人行横道，然后再过人行横道，再过人行横道，然后再回到你酒店，在外边大概得走，你要快的话可能7、8分钟，慢的话可能就是10分钟多，因为它等红绿灯还有时间，然后前面要是有人走得慢，就热的激恼，你都想推他，就特别难受。恶心，我操，真的是给我热恶心了。我回到那个酒店之后，酒店里边的冷气又开得特别足，穿这个短袖走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得套一个那种帽衫的那种 hoodie 那种外套才行。这个就是在维加斯生活的真实感，所以所有人在那酒店里面都待在那个酒店里，尽量不出去，唯一出门就是走到门口打车去下一个酒店看秀，再打车回自己酒店。47度，等到这个人啊。抗击打能力真的是能锻炼出来的啊！你不要看47度，等到温度到晚上降到40度的时候，你再出门，没有太阳了，首先不烤你了，然后到晚上温度降到40度，你竟然觉得有一丝清凉，你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它凉快，你只能说不过如此。原来这就是40度，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这个。正常你要在温哥华30多度，你天出门你就觉得没法活了，你知道？然后同时我在那边47度，整个西海岸都是高温，洛杉矶那2天也是最热的时候，棕榈泉那2天月子中心那边也给我热的不行了。但是维加斯就是最棒的，我操，47度。当时温哥华高温预警，哎呀，29度，一帮人受不了了。我当时无比想念29度，我操，好想回到29度，甚至29度会觉得有一丝清凉，就是那种感觉，这特别可怕。然后到了这个后半段的视频呢，跟大家讲一讲看秀的事吧。因为怎么说呢，最有营养的部分要留给视频坚持到后来的观众才是好观众。4个秀啊，第一个是森林的魔术。我之前经常去看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那是我的最爱。但是不得不说，大卫现在年纪大了。他表演魔术的激情和状态没有以前那么好了。那个在维加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是需要那种状态、那个噱头、那个劲头去吸引大家欢呼尖叫的。你一旦那个劲头慢下来了，观众看的那个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上次看了一次之后很失望，说实话。所以这次我去看了上次没买着票的最新兴的这个叫森林的，好像可能是个老广东人，然后 CBC 吧，我估计他还叫 Canadian American。应该是后来才去的美国，早年在加拿大。他的那个魔术表演是近景魔术居多，他主要是变扑克牌的。曾经在哪个魔术比赛上可能是拿过冠军，然后在美国达人秀上表演扑克牌魔术，结果也是在美国达人秀上大火之后呢，这种
在美国达人秀上特别火的人会有自己单独的秀出来，有人投资，有人给他做，在酒店里边演。那美国达人秀里边那些没有他这么火，或者说没有办法独自变成一场演出的人，会在美国达人秀里边会专门有个秀叫美国达人秀。你去看那个秀，就是那些里边曾经得过冠军的人，然后表演串起来的，就像春节晚会一样，那个特别好看。结果这次没票，所以我们去看了申林的这个魔术，特别特别棒。确实不愧是维加斯的秀，但是我跟你讲，它缺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受限制？第一，这个小伙申林，他很年轻，他并不是很擅长表演，变这种近景魔术，对道具的依赖可能会少一些，对技术的依赖特别强。这种变扑克魔术的人，真正有特别厉害、特别技术流的人，就是魔术啊，它是有2个大流派的，一个是科技流，一个是技术流的。技术流就是越来越少的去依赖这个道具，或者即使依赖道具，这个我能变，你就变不了，因为这个技术你没有。所以像他们那种牌，有的人说啪一下从扑克里边甩出一张牌来，他说有人跟我讲过，就这个难度几乎就是一副这里边没有黑科技的牌，让你甩出，你知道你要甩出哪张牌，让你一下把它甩出来，就是其实是非常依赖他这个手的，他有一双非常神奇、高精准度的手。他的近景魔术变得也很厉害。近景魔术说白了最震撼的就是脸贴脸嘛，咱俩这么近的距离，我就给你看，就在这个桌上，扑克牌当着你面，一个黑头尖啪一抹变成红桃十，就是这种水平，然后手给你看什么都没有，就给你脑袋炸开这种感觉。近景魔术依赖的就是这种极近距离的打脸，这种让你完全反应不过来的超强的技术去进行。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大型表演。在进行大型表演的时候，这种近景扑克魔术牌是最不好看的，它没意思。它不像大卫科波菲尔那个魔术，啪伴着音乐灯光，然后拿手一搓，啪就下雪了，然后一挥手，整场开始下雪之后，自己拿个布一拉，啪变成10岁时候的自己那个小孩，然后自己出现在舞台那一头，然后跟自己10岁的自己2个人遥遥对望，就那种特别奇幻的效果。特别适合舞台演出，然后成百上千个人一起看。但这种扑克魔术，它就适合在一个小桌上，然后周围围一圈人一块看。近景魔术在舞台表演的时候特别吃亏，它没有那么大的噱头，不容易造出那种你知道大卫科波菲尔那个魔术，它是有故事情节设计的，而且我看了好几遍啊，每年它那个设计都在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进步，那个故事越变越长。说他父亲啊，从小特别鼓励他变魔术，他特别出名变魔术，从小开始练的啊，挣了一点点钱，全家都鼓励他。直到后来他把魔术当成人生事业的时候，他父亲不支持他了，2个人大吵一架，分道扬镳，一直到他父亲死了，2个人都没有再讲话。然后他父亲给他写了很多信，这些信他从来都没看。最后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发现了这些信，然后又看到他父亲的遗物。他父亲曾经在美国军队服役过，但是他才发现他父亲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段秘密的经历，然后他描述了这段故事，最后他走到那个他父亲的那个仓库里，然后发现了他父亲曾经在美国军队有一段这个非常保密的这个服务协议，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发现了有一个小外星人，这是他爸当年跟那个外星人有过接触，然后有一个小外星人留在地球上，是他爸的好朋友，然后那个小外星人回不去自己的星球了，大卫科波菲尔用他的魔术帮助小外星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操控，最后把这个小外星人送回他的星球上了。小外星人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有魔法的这个石头吧，大概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他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满足你一个遗憾。结果大卫科波菲尔本人，就是现在的大卫科波菲尔，穿越到他父亲年轻的时候，跟他年轻的父母相见，然后跟他父亲表，那时候他已经有他了，不过他那时候他还小嘛，就是跟他父亲表达了这个自己多年来最后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的遗憾。用什么方式穿越回去的，等等等等，这一部分啊，我不能剧透，剧透了你看的就没有惊喜了。但是就我说的这个剧情，它是不停的用魔术表演，一段一段穿插在这整段剧情里边，最后实现的这个故事，在一个剧场里边，伴随着各种的音乐、特效、灯光表演，还有让你特别卧槽的那种魔术。所以这个才是特别适合我，这才是为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现存最出名、最成功的魔术师，因为他知道魔术最重要的不是魔术，是表演。技术没有表演，表演大于技术。魔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很多会变魔术的人，他特别吃亏，他不会表演，不会讲话。
申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吃亏，你能看出来他在舞台上讲话的语气、语调其实有点生硬，就像是一个没演过话剧的人，然后有人就一遍一遍教他，就你就照着我这么说，照着我这么模仿这么讲，所以有点故意拿腔拿调的那个意思。大卫·科波菲尔是非常擅长舞台表演的，他不需要那一套，他很自然的就去讲自己那些故事，而申林有很多段讲话，甚至应该是录音，据我判断，就是有的是他没讲话，有的是提前录好录音，就是因为他太不擅长这个部分了，所以用录音去替代，其实也不算骗人，至少他的表演不是录音。但即使如此，你看到最后，假如你能分析明白的话，你知道维加斯还是很厉害的，他的舞台设计，他的想象力，他把这一段一段其实看上去有点无聊的小魔术、近景魔术，包装成了一段一段又有现场观众参与，又有大场景，又有音乐，又有剧情的东西。所以你从头到尾看下来，假如你不像我这么挑刺儿的话，你不会觉得很无聊，你会觉得还是很震撼，就是你的大脑是不停的这一段我操，那段我操啊，一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个我操那个特别特别棒，全场被震撼了好多次，因为他不停的要求全场观众一起互动，你一旦不互动，你就看他自己变扑克牌，看一会儿就看困了，就没意思了嘛。他要求全场人各种上台互动，各种跟现场观众玩，然后还有一个串场的，跟他帮他热场的另一个魔术师参与，所以这个不难看。假如你去维加斯看魔术的话，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很棒。值得一看。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有很多都是在当下维加斯的场景和舞台上实现的，所以也有人说看他在温哥华表演过有点无聊，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离开了维加斯会场之后，很多维加斯赋能给他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他到外地表演魔术巡演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在本地那么酷炫了，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去维加斯看原汁原味的，可能会好一些。那，哎我操，一个森林说了这么长时间。除了森林之外，第二个看的秀叫 Absence， 就是那个苦艾酒啊。假如你们有人知道的话就知道，不知道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梵高割耳朵，就是那个苦艾酒最出名的故事。经常苦艾酒的广告就是梵高那个耳朵。我当年在俄罗斯00几年的时候，在俄罗斯就喝过，我对它印象特别深刻。然后这个苦艾酒的这个名字 Absence 作为这个秀的名字，高晓松推荐的，在凯撒。而且不是在凯撒里边，是在凯撒外边一大棚里，是所有我看过秀里边场地最小，然后座位最简陋的，都是那个塑料椅子坐一排，人挤人。因为没有坐满，所以我们窜了几个座，要不然那个人真是我旁边贴一大胖子，我操，这大家真是都贴着看。那个 Absence 那个秀，其实高晓松推荐的时候就说了，说他那个脱口秀特别流氓，他说我这种老鸟去了之后还会脸红心跳，确实特别流氓。它是一个更像民间马戏演出风格的秀，它和那些就叫太阳马戏团，它不是太阳马戏团，应该啊，我没查，但是我猜它应该不是，就是所谓的太阳马戏团，它是一组织，它里边这些秀都很好看，也表演的都很高端，但是它不像你传统当中看到的那些表演杂技的马戏，而这个 Absence 更像是非常传统的马戏，结合了现代美国的流行元素，放的歌都是特别经典的那种老的摇滚啊，或者布鲁斯啊，那些 AC/DC 啊，那些音乐，然后表演的这些人动不动就是那种穿着牛仔裤皮衣的那种美国壮汉和那个穿着短牛仔裤那种热辣的美国少女啊，或者美国脱衣舞娘啊，然后其中还有好几段这个猛男的这个小艳舞啊，哎，特别特别棒。舞台特别小，每次参加演出的人可能多的时候5、6个，少的时候就1、2个，甚至就1个，但每一段都很精彩。中间他用那个你知道所有的秀，包括欧秀这种大秀，都会用这种小短片段，1、2个人的脱口秀的等等东西去在中间串场，因为那个舞台需要重新布置嘛，他们就是出来吸引大家注意力，哈哈一乐，然后那边布置好了再开场，让你不至于审美疲劳，有个喘息的时间。那这个 Absence 秀里边经常出来串场的这个主持人，这2个人一男一女，真的是黄暴到极致。就你看这个秀，你必须做好一个心态，你得是一个南方公园的爱好者。就你看这种剧不会感到冒犯啊，什么黑人的玩笑、犹太人的玩笑，是没有不敢开的玩笑在那个剧场里边，而且都是极其黄暴的。包括那个女的上去讲那段子啊，2个木偶，他那个，我操，就。对你的英文也有一定的考验，我也不是全听懂了，我也就是听懂了一半不错了。
加上猜加上懂，但是你懂一点你就知道他在说这个东西，哎呦，就很过分，很过分。那小朋友绝对不让进，他肯定是18+还是21+才能进的啊。然后那个，你不要坐在前排，要不然的话你受不了。他要挑你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观众会很丢人的。现场挑了2对人上去互动，绝不让人失望。那个女的坐在椅子上，挑了2对，那个女的坐在椅子上，那个男的要跳艳舞去勾引那女的，那女的配合他。现场挑了2对观众，你要是经常去美国看这种秀，你就知道了。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是托，你要看得多了，你就发现不是托，真的是现场挑的观众。而这个观众的表现，那大爷我估计啊60多岁了，他带一女的可能40出头，看着挺年轻的，然后那个主持人一开始就开他俩玩笑，就说我靠，这个老头今天要干一个这么年轻的女的，他会不会干到一半他妈自己睡着了什么什么的，就各种损他。就是坐在前排的人没被损过的，你知道，就是这个吧，这一看他妈穿成这个逼样，他就是一个特别 gay 的 gay。然后那个老头和那个女的被要求上来跳艳舞，那个女的坐在那儿，那老头从那边大老远说哈，你终于让我上台了，衣服一脱，啪就给扔了，紧接着裤腰带啪给扔了，然后跪在地上爬着走过去，把头塞到那个女的腿中间，然后咔，然后那个女的各种配合他，我操，你都觉得他是职业的，就不是说他跳的有多好，而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障碍。60多的人，我就问问中国哪个60多的老头能做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个网友用一句特别刁钻的语句来怼我说，我说在国外长大的小孩眼睛里是有光的。他说长大了之后呢，眼睛里的光哪去了？那是你这辈子真的没见过，就是你可能会经常酸啊，他们会跟你讲有的白人特别好，怎么回事？那个就是从小眼睛里有光的孩子长大了，眼睛里有没有光不知道，但是他跟你40岁的状态和他跟你60岁的状态肯定他妈不一样，人家这一辈子就活在自己最开心的状态里。而且不光是这一对，还有另一对还是中东的，那男的长得就一看是那种墨西哥那种有点胖像毒枭似的那种状态一样，毫不怯场，跟他媳妇跳艳舞，而且他媳妇特别配合他，拔着他的脑袋，咔就，我操！真的，中国人不要坐前台，我想象不到你们被叫上台会什么样，一定会就是至少相比之下啊，你会让大家想，哎，那个秀。其实我很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它会让你看到的，它不是属于维加斯的秀，它是属于美国的2人转，就是又黄暴又好笑，然后表演的那种杂技又精彩，其实就是美国版的2人转。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是特别带着土腥味儿，带着接地气的那种色情。他虽然跳艳舞吧，但是他没有特别暴露。最暴露顶上还贴2个贴呢，但是。跳的是非常香艳，尤其是女士可以去看啊。她跟 Magic Mike 我没看过，但是她里边那个男的在浴缸里边跳那一段，真的是挺屌的。我推荐女士们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挺过瘾的。他那个跳舞那个猛男肌肉男还是挺帅的，典型那种美式白人帅哥。Absence 啊，在凯撒前面的那个大棚里，非常推荐，而且不要坐前排。你坐中后排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那剧场很小，然后是转圈的舞台，也没有什么正面反面，坐哪儿都行，其实挺好的。第3个秀是特别出名的，好像叫应该那个单词怎么读啊 ？Awakening， 在那个永利酒店 Win， 永利酒店原来有个叫什么 La Riva 还是叫什么 La Reina 的那个梦秀，那个也是一个水秀，是维加斯欧秀之后的第2个水秀，很多人看完了都觉得比欧秀还棒。但是疫情期间那个秀永远的消失了，很遗憾再也看不着了。然后现在替代它的就是这个 Awakening， 也是很多人重点推荐的秀。我看了，我这么给大家一个评价吧，就是首先啊，值不值得看呢？绝对值得看，尤其是你第一次去维加斯没看过大秀的话，你完全可以看它，不会让你失望。它的舞台设计、灯光那些东西，科技也很活，特别牛逼。就是它也是设计了一个剧情，从头穿插到尾，但是它的这种科技设计，它现场的这种视觉震撼感，应该是比传统的太阳马戏团大秀更牛逼的，可以，比那些明显是强。
因为它新嘛，它用的都是最新的灯光、最新的设计、最新的这种机械科技，设计的东西确实也好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去比加斯第一次看秀啊，你直接就住在永利里，晚上看一个那个，然后白天在永利玩，晚上喝酒、唱歌、跳舞。永利是一个我现在特别喜欢的酒店，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我要说，但是啊，就是一个电影，咱们比如说啊，你说《肖申克的救赎》里边有特效吗？它有这些灯光，有这电影特技嘛？但是它为什么是IMDB 和豆瓣双双排名第一呢？就是灯光、特效、舞美这些东西牛逼不牛逼是牛逼，好看不好看是好看。但是这种东西，尤其是欧秀啊、咖秀啊，你看多了你知道，包括披头士那个秀，它还有一种东西叫意境，就是你没有办法，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没有办法去证明杜甫的诗就是比李白的强。但是，假如你特别喜欢杜甫的话，你自己心里知道强在哪儿。就像一个电影一样，那《星球大战》最好看的一部永远是最新的一部嘛？它不一定，对吧？有可能有一部特别老的、特别经典，你觉得特别好看。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可以看最新的电影、最新的科技，看完之后，我操，这种感觉完全没有问题。但你要问我更喜欢哪个的话，我更喜欢欧秀和咖秀。我觉得欧秀和咖秀它的那种意境，它表达的那种美感，包括一个人弹着钢琴，钢琴顶上有个女的坐着唱歌，然后钢琴加上那个唱歌的一起沉入到水里，这种东西本身是不仅仅是需要灯光，不仅仅是需要科技狠活的，它更多的是设计者本人的一种美学素养。所以那就像你看毕加索的画一样，有人可以觉得好看，有人可以觉得这什么玩意儿，对吧？我不是说我欣赏水平高啊，但是单纯我更喜欢欧秀和咖秀。Awakening 呢绝对值得看，但在我心里边没有那个好，反而是第一次来维加斯的游客，我觉得你不用追求意境，你就看 Awakening 就没错，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然后以后有空的时候看一眼那两个，可能看完了还看困了，或者觉得也就这么回事，也很正常。那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得喜欢这种东西的。这个也强烈推荐啊。然后最后一个我看的是杰克逊的秀，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模仿秀，因为当年有个叫什么侯姆还是叫什么的人特别擅长模仿杰克逊，然后杰克逊去世之后，他们好像拍过这种致敬杰克逊的这种演出，我一直以为是那种东西，结果我去看了之后发现不是。就我看之前翻了一下小红书，我说有人说那个是太阳马戏团的，那我估计就不是，因为太阳马戏团有一个披头士的秀在 Mirage 酒店，那个披头士的秀就很好看，然后杰克逊的秀和披头士是一样的。他设计的一个场景、一个小故事里边，然后穿插了杰克逊各种的音乐，然后这些音乐里边用的是太阳马戏团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杂技、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这个对杰克逊每一首歌不同的理解，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出来，但并不是一模一样的迈克尔·杰克逊模仿秀、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并不是那样的。但是，假如你是杰克逊的歌迷的话，你看到那个东西还是会难免激动泪流满面的，因为你看到有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致敬他，而且去演绎对他歌的理解。那从头到尾那场秀里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就是杰克逊，然后啪一模一样跳他的舞蹈，一模一样的装束，没有的。他的名字叫万，有人说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杰克逊就是那个唯一的万，没有人会变成他。他从头到尾表演的是一个小剧情，然后几个小孩闯到一个地方，激活了某个杰克逊的宝藏，然后每个人能得到一个法器，有的是杰克逊的手套，有的是杰克逊的帽子等等，然后就有各种技能，然后对抗谁谁谁，反正大概是那么个剧情吧。但是特别棒，他每一首歌的演绎的角度特别好。举几个例子啊，是有一首歌是因为它是太阳马戏团嘛，有的时候是那个鬼怪的时候嘛，就那不是鬼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然后有的歌用的是那个，就是美国达人秀里面见过那个表演，就是一个大布，然后背后有场景剪影，所有演员用身体摆出的那个剪影的，然后一首歌看着像那个沙画的那种感觉一样，很有意境，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的。然后甚至有一首歌，那个女的用的是中国的武术，跟那个几个反派战斗的时候，她用的是一根长棍，用中国的那个棍法，最后啪变成2根短棍。还有的部分是。杰克逊自己的那个全息投影，那个出来之后真的是好震撼，就是
啪一个杰克逊的那个本人的全息投影，跟那个演员互动，然后跟这些演员当伴舞，给杰克逊一块跳舞，跳完之后那个全息投影的杰克逊。就是它全息投影嘛，所以它可以做到跳到一半之后，砰变成一团火花，然后从那边闪现出来，然后砰一团火花闪现到这边，最后转一个圈，砰一团火花变成5岁，就是小时候7、8岁、10岁的那个小黑人的那个杰克逊，跟大家敬礼。我操，那真的泪流满面。那个，假如你不是杰克逊的歌迷的话，我觉得。看不看都行，真的。你去看那个披头士那个秀也非常非常棒，可能比这个还好。但假如你是杰克逊歌迷的话，那不容错过，那真的是那个他得唤起你的共鸣，你才知道他感人的点在哪儿。我反正这一趟4个秀里边看完，我内心最激动的是这个，它可能是最不好看的一个，跟那3个比，但是内心最激动的是这个，我觉得。物超所值。我这次看了4场秀，都是以前没看过的，所以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最后结果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件小事儿，就是玩了3天吧，对，第3天晚上离开的。以往的维加斯那种繁荣我没看着，首先是因为现在是7月份，7月份是维加斯每年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去的人就少，这也很正常。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可能美国的经济真的不好。所以去的人没有以前多了，晚上那个赌场的桌上没有那种，全是人，然后一个牌桌，一群人嗷嗷叫唤那种，就玩的人也多，但不是当年那个场面了，感觉，跟我13年的时候去的，反正，肯定不一样。然后，那个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桌，我没找着，好像没有了，就是一圈玩牌的。然后背后是2个钢管，有人跳舞的那个，有人跳钢管舞那个没有了。我现在去的时候找了一圈没找着那桌，可能给撤了。就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赌场也不愿意养着人了吧？或者说现在就是淡季，他觉得确实是淡季啊。那个酒店1天不到100块钱就特别便宜。目前维加斯就是这个状况，就是美国的经济好不好，确实是不好啊。还有一点，就是想当年我去维加斯的时候。不管是维加斯还是奥莱啊，满大街全是他妈中国游客。那个中国游客大巴车一车一车往下吓人，你一走大街上，你走酒店里面，到处都是讲中国话的，哇啦哇啦哇啦。然后那个赌桌上也是，尤其是那个百家乐牌桌特别多。这次在维加斯几乎没见到中国人，就不管是哪个酒店，肯定是见过了，但是见过的那个数量。就是你的努力回忆才想起来啊，对，咱今天在哪儿不是见过一个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得零不星的能捡出一个来，特别少，跟当年那个比例比起来，我觉得是当年的1%到2%的水平就没了。我跟我朋友一说，他也意识到，他说我操，因为他当年还没来过，但是在他的印象里，在这个世界上去哪个景点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中国人了，真的没有中国人了。而且巴黎酒店这种地方本来中国人就挺多的，我们去了巴黎，去了凯撒，我去了百拉酒，去了曼德勒湾，去了永利，这些酒店里边都没看见中国人，就是极少。偶尔来几个，但是就以这几个酒店里能看见中国人的数量，你几乎可以感觉到这些中国人就不是一个大巴车的旅游团来的，而这些中国人应该就是在北美这帮正常念书啊、生活在这儿的人过来玩的，差不多是这个数量。当年那种中国人比例高，是因为从国内出来旅游的特别多，但是没了，就。你要说美国的经济好不好，加拿大的经济好不好，肯定不好。全世界的经济在疫情之后都遭受了严重打击。第一是因为疫情的问题，第二是也是因为可能发展到了一定瓶颈，第三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跟这个世界局势啊，大家都在搞什么脱钩啊，所以对于关税各种东西影响，海运影响都很大，所以大家的经济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倒退，都在重新调整适应这种新的形态，然后再去发展，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问我美国加拿大经济出没出问题，肯定出问题了。但是你要说中国经济没出问题，我只能说大哥你嘴真硬，我操！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